失忆的女人马上就能逃出升天，却偏偏看到爆炸引起的漫天火光。所有被尘封的记忆竟然瞬间涌了出来。他想到自己被折磨的经历以及追查贪污案的过程，眼泪流下来的那一刻，高恩斯决定离开飞艇，用张太和交给的格斗术推倒阻止他离开的海斗，飞快跑出去锁紧了船门。收回所有记忆的高恩斯再也不像之前那么茫然，他冲出快艇，骑上摩托车，准备远离所有人。这些人所受的伤害原来都是自己引起的。张太和他们已经保护自己太久了，找回记忆的他已经不需要这些人的保护，更不想心爱的人为自己拼命。本来张太和已经建立起一座高耸的火墙，可这时一辆汽车突然冲了过来。白象吉下车后看着虚弱的张太和，瞬间感到很有趣。他狂笑着面前血淋淋的男人，却没想到这时候张太和还能笑出声来。회장님, 화물선 안에 보감사 없습니다. 原来他们早就商量好转移策略，把白象吉的目光引向货船后，海斗再带着高恩斯乘坐改装后的快艇前往日本。知道高恩斯已经平安离开，气急败坏的白象吉准备让他就此消失。在这关键时刻，馆长突然出现，制止了这个不择手段的男人。 이렇게 만나 뵙습니다. 한때는 코치님이라 불렀었는데 이제는 뭐라고 불러야 될지 버림받은 제자가 스승을 부르는 말이 딱히 없어서。 这两个人也曾是师徒关系，不过在金奖的决赛中，身为师傅的馆长突然把毛巾丢到比赛台上，按照规矩，裁判及时喊停，并且宣布白象吉的教练弃权。原来师傅看穿了他的把戏，白象吉在年轻时也充满了算计，拳击套里面竟然暗藏杀机，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就算是赢了，也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。不过对于白象吉来说，他根本不在乎光彩不光彩，只要能赢，做什么都可以。馆长看透这个人的本性后，毫不犹豫地断绝了师徒关系。 내가 잠시나마 너 같은 놈을 제자라고 품었던 것이 내 인생에서 가장 부끄러운 일이 될 것 같다. 코치님! 지금 이 순간부터 난 네 코치라뇨. 사람의 치는 주먹 가르친 적 없어. 虽然很早以前白象吉就离开了拳击赛场，但是他一直关注着馆长的动态。在电视上看到他把张太和当成心头肉后，嫉妒之火燃烧着这个被抛弃的男人，所以他才把目光对准了张太和。知道他为了给奶奶治病急需用钱，就拿高额工资为诱饵，让他也加入了黑道。 끔찍하게도 경멸했던 저랑 똑같은 길을 가게 된 제자는 큰맘 먹고 다시 품으셨을 텐데 일이 이렇게 돼서 매우 유감입니다. 생존을 위해 목숨 걸고 했던 주먹질의 희열은 링 위에서 곱게 뻗는 잽 따위랑은 비교가 안 되거든. 30년 넘는 세월이 지나서도 편한 게 한 개도 없구만 백상길이나. 넌 내가 아끼는 놈 네가 망가뜨렸다고 생각하냐? 태아는 한 번도 망가진 적이 없어. 넌 지금도 네 욕심 위에 죄 없는 사람들 죽이려 든 거지만 태아는 사람 하나 살리려고 이 짓을 한겨. 그렇게 뿌듯해할 거 없어. 于是馆长把小小的火苗丢到汽油上，并且告诉他来之前已经报警。白象吉看着身受重伤的张太和，沉默地离开此地。他知道如果警察赶到，自己将会惹上大麻烦。就算他此时已经伤痕累累，心里却还在惦记着高恩斯。想到他已经平安离开这里，所有的伤痛在这一刻也化成了爱的勋章。可他不知道，因为大火引爆了汽车，才让失忆的高恩斯想起了一切。高恩斯根本没有离开，还在他的面前快速驾驶摩托车离去。张太和为了保护自己已经付出了太多，现在应该换他来保护心爱的男人。高恩斯来到闺蜜面前，看到含着泪光的女孩出现，她瞬间明白好闺蜜终于找回了记忆。 돌아온 거야? 기요? 两个女孩忍不住望着彼此痛哭出声。虽然之前高恩斯真的爱慕繁华，很多次都瞧不起她，但是两个人之间互相照顾的美好时光也是真实存在的。她根本恨不起来高恩斯，甚至还很担心这个好朋友。在说到张太和付出的一切时，她忍不住泪如泉涌。就算是现在恢复了记忆，对男人的感情也没有一丝消减。 장태아를 위한 방법은 딱 하나뿐이야. 백상길 잡는 거. 随后闺蜜两个人分析出来，白象吉可能知道了他有备份证据存在，而知道有备份的人就是曾经的辅佐官男朋友，所以他极有可能也是白象吉的人。而且他失踪这么久，单位却显示他在请长假，那么可以肯定，就连反贪污监察厅里可能也有白象吉的人。所以他现在一定要谨慎，不能打草惊蛇。只要到家里笔记本电脑中找到视频，就能依靠这个铁证抓住白象吉。于是两个女孩联系侦查公司，让他们到家附近检查是否有可疑车辆，还用高科技搜索了家里有没有监听器等。虽然没有这些危险因素，但是门锁却有被人撬动过的痕迹。他们知道后快速赶回家里，却发现笔记本电脑早就消失不见了。这时高恩斯想起来当天穿的运动鞋，他曾在里面放置了存储卡。不过在失忆后，他把运动鞋放到了张太和家里。如果想要拿回证据，只能回去一趟。高恩斯来到张太和家，发现他正在院子里逗弄着小狗，唤出的却是自己的名字。 고은세. 걔 이름 고은세 아닌데.
얘 이름 복이에요. 本来张太和以为是产生了幻觉，却发现面前的他是真实存在的，不由得责怪起来女孩为什么不离开。高恩斯装作失忆争吵起来，甚至要求分手，故意把遇到的一切危险都归结于他，表示今天过来只是为了拿走留下来的东西。结果张太和早就把东西寄到了日本，两个人赶紧联系快递公司退回物品，可这些东西明天才能到，他只能在这里过夜。晚上高恩斯要求为张太和上药，当掀开衣服看到他满身的伤口后，高恩斯忍不住哭了起来。他虽然在说着最绝情的话，但是心里早就心疼的要命了。不过在第二天收到运动鞋后，高恩斯还是决然离开了秋金。张太和放心不下，对司机再三嘱咐，既然已经分手了，他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留下要离开的人。 잘 지내고 있어요? 고은세, 네가 헤어진다고 했어도 나는 너 좋아해. 그러니까 위험하면 무슨 일 있으면 도움이 필요하면 언제든지 나한테 연락해. 그래도 괜찮아. 上车离开之后，撑了许久的高恩斯再也忍不住捂着脸伤心的痛哭起来。这个男人深沉的爱意总是很容易让他破防。可张太和还顾不得伤心，就接到馆长的电话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现在根本联系不到小弟。张太和来到小弟的住所，发现了新鲜的血迹，他瞬间意识到事情不对，白象吉很可能已经对无辜的小弟下手了。